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赛季特。今天我来讲一下关于嵌套虚拟化，也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的，我这个有个 PV1，但其实呢，这个 PV1是装在 Tuna Scale 里边的。然后经过我的测试呢，它是完美的支持这个嵌套虚拟化的。然后呢，我也写了个博客，就是关于做嵌套虚拟化，然后再把我们的 NFS 挂载到这个 PV1 里面。我做这个事情呢，主要是因为 Scale 的虚拟机它的功能不是特别多，所以呢不是那么的好用，而且呢它只能用 Zivo 的方式来当磁盘，就没有办法使用模板啊什么的。所以呢我就来尝试一下能不能在 Scale 里面装个 PV1，然后使用 PV1 的虚拟机来进行虚拟化，实际上是可以的，并且我已经成功了，大家可以看到这里。我其实也用这个 PV1 做了一个 Scale 的集群的测试，不过我已经把它那个石板给删掉了，这边已经没有了。所以呢，现在是个全新的系统。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下怎么来安装。我就是直接使用的最新的镜像，我这边有一个7.2-1的 SO，大家点着可以直接下载。然后呢，我就重新的来安装一个这个 PV1 吧。我们这里点了添加，操作系统选择 Linux，名称，这个名称大家自己随意。然后 UEFI，直接下一步。然后这里呢是你要给它多少个核心或线程，我这里就直接给它8个线程，那核心数什么都选1就可以了。其实我以前讲过这个核心数和线程的关系，这个意思，这个线程是每核有多少线程，所以我们这里是1核。不过对于虚拟机来说，我们其他都可以不用动，你想给多少个线程就直接这边算就行了。比如说我想给24核，我就直接这边24就可以，只要设置个线程，其实就差不多，不用管太多的。然后我们这里为了性能更好，我们就使用这个 host passthrough，内存。这个内存也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吧，看看你有多少内存能给它。这里呢，我们可以使用这个 VirtuIO，然后系统盘呢，我们可以不用给的太多，我们给个16G 应该就可以了，给个30G 吧，因为我们可以挂载这个 NFS 的，所以这个系统盘不用给太多。网络接口这边也同样选择 VirtuIO，然后选择桥接的网卡。安装介质呢，在这里边你们下好之后，把它上传到你的这个 NAS 里边，或者你可以直接用这个上传安装镜像。但我这里边已经上传过了，我自己来找一下就可以了。然后下一步保存，保存之后呢，我们就直接开机。开机之后呢，点这个展示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安装界面了。我们把鼠标移进来，直接在这个 install 回车。然后我们这里同意，这里让我们选磁盘，因为我们只有一个30G 的，就不用选了，直接下一步。然后这里选你的时区，它默认都是可以检测正确的，我们直接下一步。然后设置一个密码，这个邮箱呢你可以设置也可以就这样，我们直接下一步。它是必须要设置的，这里就设置一下你的邮箱。然后呢，这里就是设置网络了。主要是要改这个 host name。这个呢，我建议的是直接这样改 PV101，这样是不通过的，我们必须要加个后缀，点 local 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 IP 地址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求改或者不改。然后呢，这里就让你确认一下，我们其实还可以改这个 file system，
但是这个无所谓了，因为我们是装在虚拟机里边的，这个文件系统就用 ext4就可以了。因为我们外面 Revo 还可以用 CFS 的快照备份，然后点击 Install， 它就会再安装了。OK， 安装好之后呢，它又会自动重启。我们这里呢，直接给它这边电源关闭，然后我们点到设备，把我们的这个 CD-ROM 给删掉，然后回到虚拟机，我们开机。开机之后呢，我们可以在这个界面里边看到它的 IP 还有端口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它是 HTTPS 的。然后呢，一般都会报这个安全风险，我们不用管，我们直接接受就可以了。然后用户名，我们直接输入 root， 然后输入密码。然后我们就可以进来了。让我们来讲一下怎么来挂载 NFS。我们点到这个，先点到这个，然后再点到储存，这边有个 add 这个 NFS。这里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的共享 NFS 怎么配置。你可以看到我这边已经配置了很多个，我就随便添加一个来演示一下怎么配置。点到这个 add path， 就是我们要挂载的。我们要共享的某个路径，我就随便选一个了。然后这边有一个 add network， 就是添加网络或者添加主机名。我们这里选择添加网络，你可以只添加你的这个 IP 或者是你的这个 IP 段，我们就简单一点。你可以看到我的这个 IP 段呢是 10.0.0.0-24 的这个段，所以我们这里就。然后这边-24就可以了。这里可以添加一个，这个是添加 IP 段，这个是只允许某一个 IP， 比如说这里，这样也是可以的。但是大多数情况是为了更加方便，我们这里直接添一个段，然后保存就可以了。我这里就不保存，我们看一下这个。我这个没有添加，我现在给它加上。那有些情况，如果你不添加的话，它是没有办法访问的。然后我们接着来这边 ，ID 这个我们可以自己起一个名字，然后这里呢就是你的 NAS 的地址，然后这样呢，其实就可以看到我们这里共享的一些选择。比如说，我就选这个。其实到这里你添加呢，我是可以正常添加成功的，但是你们不一定是可以这样添加成功，因为你发现没有，这个它是没有账号的，可以看到它没有账号密码，所以呢，我们如果要允许这种没有账号密码登录，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数据集设置成公开的。就比如说，我们刚刚挂载的是这个 PVE Store， 我们再添加一个别的，我们试一下。因为并不是我每个数据集都是公开的，可以看到我添加了一个这个数据集，然后我们来挂载一下，这边已经选好了，我们直接点 add， 你可以看到它会提示没有权限，这个就涉及到我们要公开这个数据集，因为它这个没有账号登录，我们是没有办法设置账号密码的。我们可以这样点到储存，点到储存之后呢，我们刚刚是这个数据集，我们点到查看权限，然后修改权限。现在是这个 ACL NFS v4 的这个 NCL， 让我们添加一个条目。这个条目呢是 everyone， 就是允许所有人这个调整，就是读写的意思。然后我们可以递归一下。然后关于这个 NFS 怎么设置，等它加载出来，我们可以这边点击编辑选项。如果你没有这个 NFS v4 的这个权限的话，我们可以在这里边改成 NFS v4 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再来添加一下，就可以正常的添加成功了。其实这是一个重点，很多人挂载 NFS 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，就是挂载不上，也不知道自己是哪里问题。
这个挂载它是有不同的内容的，有磁盘内容和 SO 内容，还有一些容器这些东西。我们可以这样直接全选，然后 OK，也就是我们所有的内容都可以用这个 NFS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请一键3连，这对我很重要，非常感谢。